爱的病态。石宇有些窘迫地望进江一琛那如寒潭一般的眸子，如此近的距离不由得让他一阵心悸。我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对我而言跟会所的小姐没什么区别，唯一不同的是我允许你住在这里。看着江一琛离开的背影，石宇脸色一阵阵发白，努力将心里撕裂的感觉强行压下。不是第一次了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这些早餐对他而言只是无谓的示好罢了。收拾好心情出门，抵达医院，石宇轻车熟路地乘电梯到了3楼心外科。路过检验区时，突然听到了一个清丽的女声：“哎，我这检查单子什么时候能好？”这个声音他听过，就在昨天，这个女人哭着对江一琛说不想打掉孩子，他记忆犹新。石宇停下脚步，循声望去，女人穿着黑色紧身吊带裙，踩着高跟鞋，露出一双纤细的大白腿，高挑的身段和姣好的面容，走到哪儿都足以吸引男人的视线。只是脸上的浓妆略微有些俗艳。原来江一琛喜欢这个调调的。看到这个女人，石宇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江一琛和女人在床上的温存，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迅速地掠过心头，很快又归于平静。医院的检验科都集中在3楼，看起来女人是因为昨天的流产手术来复查的。没有多逗留，石宇回到办公室换上了白大褂，可脑子里却总不自觉地想到那个女人，鬼使神差的他就去了妇科。李医生，刚那个穿黑色吊带裙的患者是昨天刚做过流产手术的吧？情况怎么样？李医生思索了2秒。哦，你说她呀？好像叫李梦溪。啊，是，昨天啊刚做了流产手术，现在啊才开春穿成这样，也不怕得病。哎，这年轻人呐，身体扛折腾，应该啊不会有问题。哎，石医生，你认识她？石宇有些不自在地摇头。没有，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，没打过照面。他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准和江一琛之间的关系，多少有些荒诞可笑，连以朋友的身份介绍他都觉得拗口。李梦溪突然风风火火地拿着检验单挤进了办公室。李医生，检查单子好了，你快帮我看一眼。刚才的话题默契地戛然而止。石宇双手不自在地放进了白大褂的衣兜里。他不擅长在背后打探别人的事，不免有些心虚。他甚至有时候觉得他爱江一琛爱得有些病态了。为什么会想知道李梦溪的情况呢？是想确定孩子是否真的已经流掉了吗？若是孩子留下来，意味着他会结婚吧。石宇不知道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，也不敢去细想。忽地看到一旁的石宇，李梦溪带着探究的意味打量着他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石宇平静地望着他，脑海中迅速搜寻了一番，可以肯定之前没见过李梦溪，就算见过也是以医生和病人的身份。片刻之后，李梦溪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好像是在将……李梦溪。李梦溪的话还没说完，一抹清俊高大的身影就挡住了门口的光线。男人站在那里，坚贵的气度浑然天成，那双如寒潭一般的眸子像刀锋一样锐利。他薄唇微抿着，
带着几分生人勿近的气息。看到江逸琛，李梦溪眼底迅速掠过一抹诧异，随即撒娇：“江少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一个人的。”石宇默默地吸了一口气，刚要开口说话，江逸琛竟然顾自带着李梦溪转身走了，从头到尾没看他一眼，生生将到嘴边的话咽回去。看着那对远去的璧人，石宇突然有些自嘲。无论谁跟他江逸琛站在一起，都像是天生一对，唯独他石宇，不管跟江逸琛上过多少次床，他对江逸琛来说都见不得光，是他不配。电梯口，江逸琛突然甩开了李梦溪挽着他的手，脸上带着不悦。李梦溪不明所以，犹豫了一秒，还是决定大胆上前，丰满的胸口蹭上江逸琛的手臂。江少，怎么了吗？江逸琛微微侧过脸，冷睨着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。我没有玩别人玩剩下女人的习惯，尤其是兄弟玩过的。李梦溪愣在当场，他原以为方才江逸琛没有拒绝他的亲昵，是默许了两人的可发展关系，没想到这个男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电梯抵达，江逸琛抬步进去，抬手拍了拍被碰过的衣袖，眼底尽是厌恶之色。李梦溪没跟上，刚才江逸琛的眼神他吓坏了，立在原地，脸色苍白。像他这种富人圈的玩物，入不了江逸琛的眼，是他方才的默许给了他错觉，他有自知之明。晚上石宇本来没有想回家的意思，正好同事要换班，他便同意了。想到要一夜不归，有意叮嘱江逸琛记得吃饭，刚拿出手机又犹豫了。从来都是他事无巨细的往上凑，什么时候能改掉这个臭毛病？已经决定要彻底放下，离开这里，酝酿了整整3年了，不能因为他突然回来就动摇。石宇承认自己在看到江逸琛的时候还是会悸动，但也绝不允许自己再犯贱。反正从一开始都是他一厢情愿。半夜来了一台紧急手术，结束时已早上6点了，天空隐隐泛起鱼肚白。石宇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出了手术室看东西，这视线都是带重影的。做手术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精力集中，那并不比体力活来得轻松，稍有不慎可是一条人命。回到办公室稍作休息之后，他换好衣服，踏着清晨的薄雾回家。看着矗立在晨灰中的江宅，石宇突然有些感慨，这里是他自以为的归属，里面住着他最爱的人，却不属于他，是他痴心妄想霸占了这么多年。他24岁了，江逸琛比他大3岁。都说男人30而立，江逸琛又那么多金有才，外貌出众，和别人结婚是迟早的事。这么多年，石宇终于学会主动退出，不再给自己找不痛快。累了一个晚上，进门置身熟悉的环境，身体的机能就开始不受控制地陷入睡眠状态。甩掉脚上碍事的鞋子，真想把手提包随手丢下，回房间美美的睡上一觉。可是一想到江逸琛不喜欢乱糟糟，石宇还是耐着性子把换下的鞋子收拾好。他不知道他的所有行为都被站在楼梯口的男人尽收眼底。石宇半闭着眼，迷糊着撞在了一堵肉墙上。男人皱眉不悦，骨节分明的手抓住他羸弱的手腕，稍稍用力，冷声斥道：“给我站稳了！”
了。